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金城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。今天咱们聊聊家家都有的旧衣服，是不是一想起来，就仿佛看到那塞满的衣柜？这看似小事，里头学问可不小。前阵子，一位老学生找我喝茶，满面愁容。他说太太衣柜塞得针插不进，却总买新衣，夫妻常为此拌嘴，家里气氛都紧张了。这事听着耳熟吧？表面是衣物堆积，往深处看是心里的执念。尤其对我们这代人，一件旧衣不只是一块布，它连着一段日子，一份心情，觉得扔了是浪费、忘本，甚至像把记忆也丢了。于是东西占满家，心事也填得满，丢舍不得，不丢又烦。今天我就跟大家掏心窝说，旧衣服处理不好，真会影响运势。这不是迷信，是生活智慧。处理得当是为家疏通道路，聚拢福气；处理不好就是自己挡住了好运气。这关乎每个家的氛围，每个人的心情。如果你觉得这类贴近生活的分享有用，记得关注岁月安心站，点一点旁边的小铃铛。好，咱们静下心来，慢慢聊。话说回来，你可能会问，金城啊，一件普普通通的旧衣服，能有这么大的讲究？它怎么就扯上运势和福气了呢？这里头啊，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老祖宗传下来的大智慧了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那是经过了几千年生活验证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易经里有句话叫生生之谓易，这个生就是生命，是生长，是生机勃勃。天地万物啊，都在一个循环里头，要流动，要有进有出，要新陈代谢，这才是天地自然生生不息的道理。你慢慢去品这个道理，它不单单是说大自然，它完全可以用在咱们过日子上，用在咱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你说你的衣柜，它只是个放衣服的柜子吗？在咱们传统文化的视角里，它就是你家里一个小小的乾坤，一个承载和流动能量的场。你把衣柜塞得密不透风，就衣服堆在那儿，几年不动弹，那就等于把这个小空间里的气给堵死了。新的好的能量进不来，旧的淤积的能量出不去，整个气场就滞住了。气场一滞，你想想，你住在里面的人能觉得舒畅吗？你的心情能开朗吗？做事能顺手吗？这就好比你自己心里头堵着一件烦心事，整天琢磨放不下，那你干什么都觉得提不起劲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是不是这个理？我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一潭水，要是没有活水进来，也不流动，时间长了就成了死水，还会发绿发臭。咱们的财运、福气跟着水是一样的道理，它需要流动，需要是活水，源源不断的更新。你家的衣柜就像这潭水的入口，你都拿旧东西堵得严严实实了，新的福气财运怎么流得进来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处理旧衣服绝对不只是简单的丢垃圾，把没用的东西扔掉就万事大吉了。它是一次对你自己能量场的整理，是对家庭环境的一次更新。当你把那些堵塞的旧物清理掉，家里的气就通了，空间就亮了，你的心自然而然也就跟着豁亮顺畅了，心气顺了，运气跟着也就顺了。这个道理你慢慢在生活中去体会，真的会发现它的妙处。接下来啊，我要跟各位重点分享3点核心的智慧，把旧衣服里面藏着的玄机给大家彻底讲明白。这3点每一点都连着你的福气和运道，大家可得听仔细了。这第一点我就得告诉你，旧衣服和你家的财路那是直接挂钩的。可能有朋友要笑了，说金城，你这扯得有点远了吧？衣服是衣服，钱财是钱财，这八竿子打不着啊。你别急，这一点都不玄，这里有很朴素的道理。在咱们的老传统里，衣服那是衣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衣路是什么？就是你命中注定该享有的福分，该受用的东西。你能穿多好的衣服，能有多少衣服，这都是你福报的体现。而这个衣路，它和财路是相通的，都是一个源头出来的，都是你生命福气的一部分。你琢磨，一大堆你根本不穿、不喜欢，甚至都忘了它存在的旧衣服，死死占着你衣柜的空间。这象征着什么？这象征着你把你的衣路，把你的那份福气给冻结起来了，给封印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柜子里了。它在无声的传递一个信息，我就这样了，我不需要新的，
好的东西我也接不住更多的福报了。你这么一种状态，财神爷就算想给你送点新财气，他往哪儿放呢？你家里仓库都爆满了，新的好东西根本没地方落脚啊，你的财路不就是这么被自己给堵上了吗？我再给你打个更具体的比方，这就好比咱们街坊开的一个小商店，货架上堆得满满当当，可全是些过时了、落了灰，根本没人要的旧货。这时候就算有再好、再紧俏的新货到了，你也没地方摆上去卖啊。你说这店的生意能红火吗？能赚到钱吗？难啊！咱们家的衣柜就跟这个商店的货架是一个道理，只有把那些过时的、没价值的旧货请出去，腾出清爽、明亮的空间，新的、带着福气的好货才能顺畅的进来。生活里很多小事看着不起眼，其实都跟你整体的福气息息相关。你不要总觉得那旧衣服又不值几个钱，扔了怪可惜的。你没想明白，你舍不得丢掉的哪里是那几件旧衣服，你是在舍不得那份堵塞，自己挡住了自己的财路啊。所以，让旧衣服流动起来，本质上就是让你一路的通道畅通起来，也就是让你财路的通道畅通起来。这是处理旧衣服最根本，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只有流动起来，才能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。讲完了这关乎财路的第一点，咱们再往深一层说这第二点。你要知道，每一件旧衣服上都附着你的情感和能量，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平时都没仔细想过，但它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你不妨现在就在脑子里过一过你家衣柜里的那些旧衣服，是不是每一件你都能想起点啥来？这件小毛衣是孩子刚出生时穿的，软软小小的，一看到就想起他牙牙学语的样子，哪舍得丢啊？那件大衣是老伴当年省吃俭用买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样式老了，可摸着它就能想起老伴的好。还有那条裙子，是自己年轻苗条时最得意的一件，如今穿不下了，可它装着的是自己曾经的青春和风采。甚至那件普通的衬衫，可能是你第一次升职加薪时穿的，穿着它都觉得挺直了腰杆。你看，每一件旧衣服，它都是一个故事的容器，一种情绪的载体。这些情绪啊，有的是温暖的、甜丝丝的回忆，有的呢，可能是带着遗憾，甚至淡淡悲伤的往事。但不管哪种情绪，只要这件衣服一直堆在那里，不去处理，那么这种情绪就会像一层看不见的雾气，一直萦绕在这件衣服上，久而久之，就在你的生活空间里形成了一个个低沉的、停滞的能量气团。你不去清理这些旧物，从某个角度说，你就是在反复的咀嚼那些旧情绪。悲伤的回忆会让你心情沉重，难以释怀。而即便是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果你总是沉溺在里面，抱着不放，也会让你停在过去，不敢或者不愿意走向新的生活。这同样是一种负担啊。你的心被这些过去的情绪塞得满满的，新的快乐、新的机会、新的人，怎么还能轻松地走进来呢？这就好比一个人心里总揣着过去某件让他憋屈的事，一想起来就闷得慌，那他眼前的日子怎么能过得有滋味呢？旧衣服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提醒物，它时不时就会在你眼前晃一下，把你的心神拉回到过去的某种状态里，让你无法全心全意地活在当下，享受当下。我认识一位老大姐，她的丈夫去世好些年了，可丈夫生前的衣服，她一件都没动，全都按照原样挂在衣柜里。有时候想她了，就拿出来摸摸，闻闻味道。结果呢，这么多年，她一直没能从那种深深的悲伤里走出来，心情总是郁郁的，身体也这儿疼那痒，身边好像也隔绝了新的缘分。后来，她听了我的劝，选了一个日子，心情平静的时候，把丈夫的衣服好好整理了一遍。她挑出了一两件最有纪念意义的，仔仔细细的收藏好。然后她把剩下的那些还很新很好的衣服都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捐赠给了需要的人。在送走衣服的时候，她对着他们轻轻说了声谢谢，感谢丈夫生前的陪伴，也感谢这些衣服带来的温暖。说来也奇怪，从那以后，这位大姐的心结好像慢慢打开了，脸上的笑容多了，身体感觉松快了些。在老年大学里也交到了新朋友，生活有了新的色彩。所以你看，处理旧衣服
绝不是一个冷漠的丢弃动作，它是一次情感的断舍离，是一次内心的修行。学会对过去的陪伴真诚地说声谢谢，然后心平气和地放手，你心里的空间和家里的空间就一起变大了。心里宽敞了，才能装进新的快乐和希望；家里宽敞了，气才能流转，新的福气才能被引进来。这个道理很有意思，你越琢磨，越觉得它在理。好了，理解了前2点，咱们就来到了最关键的第3点，旧衣服不能乱丢。那到底怎么处理才算是对的，才是真正在积福呢？这里头就藏着惜福和造福的巧妙转换。肯定有朋友要问了，京城，照你这么说，旧衣服还不能扔了？不是不能扔，是不能带着嫌弃厌恶的心态去乱扔。这个乱字，重点在心态上。乱丢是一种什么心态呢？是觉得这东西真没用，是个垃圾，恨不得马上甩出去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这种心态啊，其实是很折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衣服无论贵贱，它都曾经实实在在的为你服务过，为你遮过风，挡过雨，给你带来过温暖和体面。它有过功劳，你却用嫌弃和厌恶来对待它的退休，这就是不懂得惜福啊。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，惜福则福长有余。你不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福分，福气就会像沙漏里的沙子，不知不觉的漏掉。那正确的能积福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郑重其事的为他寻找一个新的使命，完成一次能量的正向传递和转化，这才是真正的惜福，并且是在为自己造福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比方说，那些还干干净净、完好无损的旧衣服，你可以仔细整理好，捐赠给可靠的慈善机构，或者直接送给身边确实需要的人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咱们的心态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绝对不是。你要明白，你这是让这件衣服承载过的那份福气，流动到下一个有缘人那里，让它继续发挥价值，继续去温暖别人，服务别人。这个过程就叫做造福。它的福气流动出去了，你的福气通道也因此更加通畅。同时，因为你做了一件善意的事，又为自己结下了一份善缘，善因结善果。这份道理是亘古不变的。我跟大家说个真事，我住的那个小区有位赵阿姨，她每年开春和入秋都会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，把全家人的旧衣服收拾出来，挑出那些好的，亲自手洗得干干净净，晒得满是阳光的味道，然后叠得棱是棱，角是角，再用干净的袋子装好，送到社区的捐赠点。她说，每次送衣服的时候，心里就特别踏实，特别暖和，想着这些衣服能帮到那些可能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家，就觉得这事儿做得值。结果呢，这位赵阿姨一家子日子过得是和和美美，顺顺当当，儿女孝顺有出息，街坊邻居也都乐意跟她来往。这就是造福带来的力量。你把福气传递出去，就像播种一样，它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回馈到你的生活里。那还有一些衣服确实比较旧了，或者领口、袖口磨破了，有洗不掉的污渍，不适合再捐赠给人穿了。这样的衣服也不要随手就往脏兮兮的垃圾桶里一扔。现在很多小区都有旧衣回收箱，你可以把它们清洗后放进去。这些旧衣会被回收处理，变成再生纤维，用来做保温材料、填充料或者工业用布等等。你看，这同样是让这件衣服参与了资源的循环再生，同样是生生不息的一种体现。这也是在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，同样是一份功德，是在积福。这里啊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禁忌，一定要记牢：贴身的衣物，比如内衣裤、袜子，以及破损严重、带有明显难以清洗的污秽的衣物，请不要捐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贴身衣物关乎个人隐私和卫生，而破旧污秽的衣物可能存在卫生隐患。我们做好事、积福，必须以尊重他人，不给别人添麻烦为前提，这才是真正的善意。对于这类衣物，正确的做法是清洗干净后，用袋子妥善装好，作为普通垃圾处理，或者投入专门的回收渠道。这么做，既是对这件物品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更是对他人健康的负责。所以各位看到了吗？处理旧衣服这件事，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丢或不丢，
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心去选择什么样的路。你怀着感恩和祝福的心，郑重地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归宿，让他剩余的价值得以延续，那么你处理的就不是一堆让人烦恼的垃圾，而是在播撒一颗颗福气的种子。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合适的地方，它未来就会生根发芽，为你带来新的善缘和好运。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放在心上。好了，各位老朋友，今天关于旧衣服的学问，咱们就聊得差不多了。我来给大家梳理总结一下。你看，这一件小小的旧衣服背后，其实就是流通、清空、转化这三重人生大智慧。流通的是衣路和财路，让你的福气通道顺畅起来；清空的是积压的旧情绪和负能量，让你的内心明亮起来；转化的是旧的福报成为新的善缘，让美好的能量流动起来。这三者环环相扣，相辅相成。你只要用心去做了，生活自然会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顺畅和轻盈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个简单管用的行动口诀：心怀感恩，妥善流转。什么是心怀感恩？拿起每件旧衣时，都在心里真诚道声谢谢，谢谢他曾经的陪伴，为你挡过的风寒，带来的体面或喜悦。这修的是我们自己的心，培养的是一份惜福之情。什么是妥善流转？就是根据衣服的状况，干干净净，郑重地送他去该去的地方，能捐则捐，宜收则收，虚弃则妥弃，不敷衍，就像送别一位老朋友，给他一个庄重的结尾。这是在具体行动中积累善意，坚持这8个字，你会发现家清爽了，心也像被擦拭过，越来越清明平静，你会感到一种轻松顺畅，做事更得心应手，这就是福气在流动的感觉。其实，过生活的道理和处理旧衣的智慧是相通的。我们也要定期清理心灵里的旧衣服，那些过时的固执、积压的怨气，它们堵在心窍，让生命能量无法流畅。当你鼓起勇气整理这些心灵的包袱，新的智慧、好的缘分才会顺畅流入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告别旧物，迎接新生的过程。从今天起，不妨找个闲暇午后，静下心来，用这8个字，一件一件去整理，去告别。这不仅仅是收拾衣物，更是在梳理自己的心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点启发，欢迎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聊聊处理旧物的故事与感悟。我们一起把平凡日子过得越来越明白、敞亮。我是陈金城，祝福各位家庭和睦，身体安康，福气在细水长流的智慧中自然而来。